瑞芳它属于比较边陲的地方，孩子透过工具的使用，学习更有动力，然后也更知道呢怎么学习，当然也会学习的越来越好。Google Classroom 里面，学生不但可以展现自己，而且大家可以同时看到，同时可以分享，更重要的是会互相影响。接下来你们是主角咯，哇，孩子，我们10分钟的课进度到这样子哦。好，再写一个。色盲或者是色弱，大家一起共学的力量，然后让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助教的身份，同时呢，也让老师变成参与者，可以提供意见，而不是绝对权威的意见。那后来我的分析跟我审题的过程分享给其他同学后，也有看到同学陆陆续续的也在做不同的尝试。同学看到我的作品就会拿来参考，然后我也可以知道哦，原来他对这张图的想法是怎么样。它甚至比以往在上线上的一些应用程式其实还简单，所以我可以更快的上手，就不会像以前怎么办，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解决。学生边写，我就可以边批阅，那学生就可以一直反复去看说，我可能老师前面改了，我错了，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做调整？来，这里如果是40，这里这样画过来是不是叫50了？那也可以立即让全班的同学看到说，同学其他人也有比较好的解题方式，或者是有同样的错误方式，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然后老师就是带着我们好好的探讨这题到底要怎么解呢？然后叫那个同学好好的一笔一画给他写上去，然后那同学就会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算式到底要怎么解。转换文字，它就能显示出我写的什么字，算是训练你另外一种能力。那可以透过转换的公式，也可以减少学生因为自己书写错误，然后造成自己后续的计算错误。来，为什么选 A、习以为常？哪里有提到？情况下，像班级可能有20-30个人，如果我看到，这个同学做的回答的问题很精彩，佳瑜，来，这个是你们这组的答案，你们想要怎么样补充？我可以马上把它点开来给全班一起看，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然后在那个摇曳的烛光下，他想起他的作者。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把它同时提出来，大家一起来看，然后也可以用 AI 帮我们分别辨类，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同学的答案是可以很精彩多姿的。我觉得如果老师把我的写的东西放上去的话，我是觉得我是有点感觉到很骄傲的思路。这样他到时候全班一起对，就是一起变好嘛的话，不然就是有写错话没关系，那就大家一起笑嘛，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再把它改回来。我觉得这样子一起进步，我觉得很好。课堂功能又要有美观，这件事以前非常考验老师设计学习单的功力还有时间。他可以选字体，他可以用不同的工具去设计我们的内容。我如果要掌握课堂重点的话，也是2-3句，我把我的笔记内容写上去，马上就可以转变成一个课堂使用的一个学习单原本的功能。修正课程的部分，在过去这是不太容易在课堂上执行的，是 Google Classroom 可以。那这位同学的做法就是来自于秀拉，而秀拉连他的素描都绝对不会用线，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学生透过我的数位笔记没有办法获得我原来想带给他们的讯息，我可以随时的、及时的去做修正，学生也可以立刻获得随时、及时的改变。 Even if I have to suddenly change a lesson because of whatever, it's easy to do, right? So even if it's a last-minute change, it's not such a train smash because it's easy to do. Many times, but yes, you need to say 79 and the number needs to appear. Okay? Okay? Then start again. 我成功了。我会把我自己可能觉得有兴趣或者是值得记录的题目拍起来，直接在 Google Notes 上面作答。如果用橡皮擦你擦其他东西的话，你可以选择只擦塑胶袋，然后这个胶带还可以拿来做贴图之类的东西。像是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贴图，我觉得很棒。我不需要设定对象必须要有多高超的资讯能力，老师也不用担心，它基本上是完全无门槛的，所以我非常推荐。